泽塔奥特曼人气超高，而且造型也是十分帅气的。但是呢，你敢相信这么一个造型炫酷的 HF 泽塔竟然只要3500日元税前，特别的白菜。他卖的这么便宜，是不是担心他做的不好呢？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21年再版的泽塔做的怎么样吧。哎，帅哥，给个3连呗！哎。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泽塔阿尔法猎人形态呢，是万代的第2款特价 HF 奥特曼，不出意外依旧是百辉厂生产的。第一款特价奥特曼呢是泰迦，我吧就直接默认了，从泰迦开始的这些奥特曼新生代的奥特曼呢，全部都是一个百辉厂代工生产的，好像没有例外吧。然后这一盒呢是初次再版的，就是2021年8月份再版的那一批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做的怎么样吧。比起之前我们看到这个泰迦呢是涨了300日元，然后呢是少了一对手型，不过也可以理解嘛，毕竟过了1年了，涨价也正常。但是呢，最近的是啥呀？你看那个布莱泽还有那一个哥查德，直接涨3000日元，比上一年的涨了3000，太离谱了。即便他们是同时出的贵300也可以理解，毕竟呢真的可以说是造型复杂了很多，感觉还是非常值的。然后呢，它这个膜呢是有2张，在这一个胸部1张，不太好撕。然后在这一个胯部有1张。这一个2点的泰迦和这一个3点的泽塔呢，都是同一时间出货的嘛，所以说呢，他们也是一样的问题。毕竟它的手腕很明显就是同关节嘛。只是它们2个的颜色不一样罢了，你看都是松的，毫无阻尼感可言。你看手腕这里已经是泛黄了，这是我用泡泡珠胶水加固过的痕迹，依旧是卵用没有。比起上一个系列的泰迦，可以说是体型要舒服了很多。但是呢，它即便这么舒服的体型以及这么复杂的细节，但是我就感觉吧，所有的泽塔我就是认为伽马未来好看一些，其他的都不太喜欢。既然不太喜欢，为什么还要把泽塔系列全都制霸呢？就是因为吧，它实在是太便宜了，感觉就是因为人气太高、货量太大的原因吧，所以说呢价格就比较低一些。它的重量方面呢只有49克，它可以荧光的地方就是眼睛还有胸灯。作为百辉厂2021年的东西，你觉得它的质量会如何呢？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类似于百辉制模的东西应该不是核膜线吧，毕竟实在是太多了。然后脸上有麻子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脏东西，百辉太离谱了。然后就是 HF 泽塔系列没有还原出来钻石眼嘛，里面是涂的白的，像白内障一样。这种情况呢，你就是把眼睛里面的这一层白色油漆给擦掉，然后再铺一层那个做美甲用的细钻。我不喜欢泽塔造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头不好看嘛，特别是你看它这3个角，而且长得差不多长，都是奇形怪状的，不太喜欢。胸灯是一个特别大的 Z 字形透明零件，做的有些发白。然后看一下它这身上装甲主要就是这些银色、蓝色为主嘛，然后里面会有这一些浅蓝色的这一个分色涂装，还是挺漂亮的。然后再往下看的话，就有部分的黑色以及大面积的红色了。这个红色呢像橙色一样特别丑，特别是屁股，你看这屁股光滑油亮的，太恶心了。和头不一样，甚至可以说是品控烂到爆炸，各种刮蹭以及这种大面积的蹭漆。我的左大腿后面这一块银色呢还没有涂够，可以看得出来是泛红的，就是涂的太薄了嘛，还好是在背面看不出来，但是前面这一块的话就是挺难受的。如果不看头的话，这个身子我还挺满意的，真的有一种假面骑士的那种感觉，毕竟它浑身的装甲细节还挺多的，不像奥特曼了。可动方面的话，抬头低头幅度都不大，然后转动的话没问题，胳膊呢平台能够达到90度以上，打风车也没问题。这一个肩胛呢是连接在这一个大臂上的。然后呢，它这个后列肩膀幅度也是非常大的，里面也有涂装。胳膊轴这里有平转关节，然后曲轴幅度呢是能够达到120度左右。手腕太松了。胸腰部的可动的话就非常的差了。胯部可以说是在奥特曼系列里面是包的最严实的了，而且呢它的侧面还有这么一块装甲，所以说呢它侧踢的时候需要把它使劲往下掰走再侧踢，不然的话真的是一侧踢就会蹭掉很多的漆。这样的话侧踢幅度大概是70度左右。你看，简单演示了一下侧踢就蹭漆了，这个东西吧没法避免的。前踢的话是能有90度的，后踢是大概15度，屈膝幅度能够达到150度左右，脚踝向内幅度不怎么大，但是向外幅度还是非常大的。然后脚尖可动。其实绑完一圈下来之后呢，感受就是除了这个手腕确实是松的离谱之外，其他地方倒是都不松，阻尼感还是非常舒服的。配件方面呢，首先是一个红灯，这个红灯的效果呢倒是比蓝灯的颜色要深了不少。至于为什么是粉色的，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了。然后手型的话是只有3对飞行光线手以及这一个类似于无指放松的炮手手。好的，以上就是这一个通贩的 HF 阿尔法利刃的情况了。它呢还有其他的版本，2个版本的彩头，还有一个电镀版的会上限定。因为版本太多了嘛，所以说价格一个比一个白菜。感兴趣的话可以去选一个择一个自己喜欢的版本入。